大家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的是机关算尽，总有后继。所谓一山总有一山高，当无名的资方被强横的对手们纷纷积压蛋糕空间的时候，资本之间的三方角力就变成了藏掖不住的几方功力了。赛车手兼作家出身的韩寒，也就是长空之王的监制，现在大张旗鼓的为王一博的第二部大片造势，肉眼可见的聪明劲，简直不能再明显了。申万我对韩寒的聪明劲一直都是佩服的，即便他离金手指的国师距离也是遥不可及，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蛋糕还是有的。当然了，最大的赢家还是热磨磨王一博，双赢三赢，何乐不为？就像现在舞台商务两不误的王炸姐姐赵丽颖一样，已经能够玩出不一样的高级概念的话，那就是此时此刻的人生赢家。很明显，现在无论时间点还是宣传点，长空之王牢牢把握着两个无名想卡也卡不到的高光点。这番操作让申万我看到了野蛮的聪明劲，可以说王一博果然是幸运的。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实在没有想到八竿子上映的长空之王居然现在就能喝上了头啖汤，而且是和王一博一起，这让博纳的团队实实在在的嫉妒了。2022年1月9日，由刘晓世执导，王一博、胡军、于是领衔主演，周冬雨特别主演的电影《长空之王》发布最新海报，宣布进军5·1档。海报上，翱翔天际的战斗机呈现出硬核而神秘的美感，试飞员稳坐机舱，整装待发，如炬的目光中满是利剑苍穹，护我长空的坚定信念。跟着兴奋不已的王一博立刻转发了电影官方微博，并写下利剑蓝天，一往无前。5·1佳节见明晃晃的通过长空之王的连番炒作，时间点算是拿捏稳了，而且关键点可谓点点到肉。那么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要知道，申万我第一时间就聊过，在去年国庆撤档的消息传出之后，该片一度霸屏热搜。正能量热血题材缺席国庆档期，实属让人意外。这次大家能否看见它如期上映呢？粉丝表示忐忑。电影讲述雷雨、王一博士等优秀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正式成为了我国新一代试飞员。他们将在队长张挺、胡军士的带领下，参与到最新式、最尖端战斗机的试飞工作。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一个个危机接踵而来。这些桥段就像无名一样，可圈可点。那么长空之王卡点的走心在哪儿呢？这有点像北京台找小兔子赵丽颖代言一样，没有那么多的巧事，只有那么多的巧心。申万我的说法，您认同不？共赴与春天的约定，共迎融融好春光。1月9日，北京广播电视台春晚正式官宣赵丽颖为2023年春晚代言人。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北京广播电视台春晚，但赵丽颖与北京卫视的渊源却不浅。2022年，赵丽颖参演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就是在北京卫视首播，并赢得收视口碑双丰收。不仅让全国观众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和幸福，也让大众看到了演员赵丽颖身上的拼搏精神与温暖力量。这一点也正与本届春晚守望陪伴的总基调深度契合。大年初一，赵丽颖将继续与北京广播电视台牵手，通过2023年北京广播电视台春晚，将幸福与欢乐送往千家万户。选择符合晚会调性与北京城市气质的明星嘉宾作为代言人，是往届北京广播电视台春晚的传统。为全方位展现首都新风貌，2023年北京广播电视台首次开发设计年轻化吉祥物形象，代表着生机与活力的兔小蕊。据悉，赵丽颖还将参加2023年北京广播电视台春晚主宣传片拍摄。片中她向观众发出诚挚邀请，赵丽颖届时将为观众献上怎样一封新年信函？她又将与调皮的兔小蕊上演哪些有爱互动呢？通过申万我在短视频区发布的亮点，或许您已经可以提早领略一把演员赵丽颖的真性情和小洒脱了。同样的，通过长空之王释放的一些花絮，王一博的小洒脱也是大写好玩的实诚。王一博待播库存大清仓，继即将到来的春节档谍战题材电影《无名》后，5·1档长空之王又见演员王一博身影，先后与梁朝伟、胡军等实力演员搭戏，他能否用演技证明自己是花架子还是真功夫呢？自然是看电影才能见分晓。
一款战斗机的正式列装，背后不仅有无数科研人员的努力，也需要试飞员们一次次对飞机的性能边界和极限状态进行测试。片中，雷宇、王一博士等优秀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正式成为我国新一代试飞员。他们将在队长张挺、胡军士的带领下，参与到新型战斗机的试飞工作，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一个个危机接踵而来。于是乎，王一博大量的战损，也是一一小露了一把峥嵘。长空之王聚焦新时代中国军事变革与航空武器装备发展。在空军和航空工业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包括歼10C、歼16以及歼20在内的多款我国尖端机型将亮相银幕，让众多军迷、影迷一睹国之重器的风采。在这些战机的问世之路的背后，是一代代无悔耕耘的航空人。在拍摄中，王一博与一众青年演员秉持着一颗敬畏之心，从身形身姿、精神面貌、专业知识等方面下功夫，力求真正走进这群刀尖上的舞者，呈现出当代空军试飞员的精神风貌。请注意，这个关键词真的特别的走心和扎眼。宣传不是为宣传而宣传，而是为精准而宣传。询问我的说法，您认同不？由空军和航空工业集团以及中国融通文化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支持的电影《长空之王》将于今年5·1与全国观众见面。本片由上海庭东影业有限公司领衔出品，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发行，是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这些电影镜头聚焦鲜少出现在大众视线里的职业人群——空军试飞员。每一款战斗机的正式列装背后，不仅有无数科研人员的努力，还需要试飞员们一次次对飞机的安全边界和极限状态进行测试。其中，负重训练、离心机测试、学习试飞理论、地面飞行模拟器操作，长空之王试图向大众展现空军试飞员真实训练环境和工作状态，既要身心素质强大，也要技术精通，这就是刀尖舞者的本质定义了，更是会飞的工程师的准确定义。同款的宣传，您说在无名可见吗？当然了，深万我发现该片精准的宣传还有一样儿。在拍摄中，包括王一博在内的青年演员们从身形身姿、精神面貌、专业知识等方面下足功夫，力求真正走进这群刀尖上的舞者，呈现出当代空军试飞员的精神风貌。电影《长空之王》曾定档去年国庆档，后宣布撤档。今年1月5日，该片还发布浩瀚长空2023不负期待海报。该片此次定档5·1，也让众多影迷提前储存期待。目前，电影《长空之王》在淘票票上的想看数已超过51万，这个数字真的很香，您说是不？剧组除了邀请试飞员现场指导演员操作，还通过采访张景婷、黄炳新等试飞英雄了解战机飞行员事迹，给影片专业度买足保险。歼16、歼10C 各类酷炫战机接连出镜，更有新式战机歼20威龙荧幕亮相，让军迷们大饱眼福。当然了，眼花缭乱的片花，您发现了一个特别让人震撼和热血的宣传重点吗？提醒一下，关于视角，也就是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常提的这2个字，对于王炸姐姐赵丽颖而言，最近的她也在不断的进行着相当亮眼的宣传，而且她的走心也同样化作了眼花缭乱的精彩，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小刀语录，个中的精彩，欢迎您在短视频区自娱自乐。最近这段时间，赵丽颖变身劳模，不仅录制了北京春晚，而且还连续几天参加了直播活动。作为女顶流，赵丽颖的时尚资源一直都非常好，几次公开活动穿搭都十分让人惊艳，也难怪粉丝会高呼最近几天提前过年。赵丽颖新年红红火火，新亮相穿中国红变身复古名媛美成年画娃娃。赵丽颖直播造型一身红，拉开了喜庆的序幕。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最近参加活动时，赵丽颖非常喜欢浓艳的中国红，好几次亮相都挑选了红裙现身，将喜庆感拉满。在1月8号晚的直播活动中，赵丽颖的这一身全红色穿搭就十分让人惊艳，而且在进行搭配的时候，还很好的注入了中国风元素，使得整套造型的风格变得更加俏皮灵动。红色低圆领针织打底加高腰超短包臀裙加小开衫，造型关键词：复古、摩登、减龄、可爱。
造型亮点一，色彩搭配素艳结合，抢眼又复古。赵丽颖的皮肤非常的白皙，所以能够轻松驾驭住像红色这样张颜浓烈的风格，而且还能够借助红色的亮度感来进一步反衬肤色，从而达到白里透红的效果，让整个人看上去更有精气神。不仅如此，在整套色彩搭配中，赵丽颖还很好的加入了三色原则技巧。虽然主体服装是以纯正的中国红为主，但是堆堆袜与小皮鞋却选择了更为素淡的白色与黑色。这样一来，红白黑三种经典百搭的纯色系，很好的完成了碰撞与融合。大面积的红色带来浓浓的张扬，抢眼效果，而黑色的单品组合既能够与红色形成反差，来丰富造型色彩元素，同时又能够突出造型的复古感，轻松打造出港式风情。造型亮点二，服装单品剪裁修身，清爽又显身段。赵丽颖虽然生了儿子，但身材却保持得非常性感，尤其是那盈盈不堪一握的小蛮腰，就算是在女明星中都能够算是佼佼者，十分出众。因此在进行服装款式挑选的时候，越是采用收腰设计，越能够放大身材优点。所以赵丽颖挑选的这一套红色针织衫套裙就都加入了修身剪裁，同时配上低圆领以及超短包臀裙元素，进一步突出整个穿搭的性感韵味，既能够借助领口的露肤处理来秀出精致撩人的锁骨，同时又能够在高腰包臀短裙的加持下，让腰线过长的缺点得到缓解，同时让美腿得到更直观的展现，从而打造出显高的感觉。造型亮点三，俏皮大光明盘发，让减龄感更突出。当然，赵丽颖的整套造型的成功之处，除了上面提到的色彩以及服装款式剪裁设计之外，发型跟妆容也是不容忽视的环节，尤其是发型，特地采用了很有俏皮感的大光明蓬松盘发设计，既完美展现了赵丽颖优越的发际线，同时又可以通过垫高的盘发打造出高颅顶头包脸的效果，让她随着年龄增长而显得有些变宽的下巴得到很好的修饰，既保留了她圆形脸的甜美，同时又不会像年轻时那么稚嫩。可以说，赵丽颖新年发力忙不停。申万我特别可乐的就是看到这个鬼马的赵丽颖穿中国红包臀裙美成年画娃娃的样子，越长越少女，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了，这还没完，就像寄生于何生亮一样，您觉得长空之王为什么卡点现在这个9不搭8的春节档凑份子呢？长空之王聚焦新时代空军试飞员群体，揭秘最先进战斗机诞生艰辛历程，算是一部主旋律电影。王一博主演的电影《无名官微》也评论了长空之王定档的微博，为其打 call。3个月左右，有2部电影上映，貌似属于王一博的时代来了。2023年1月5日，长空之王官微突然发布新海报，网友以为他也要定档春节。该片原本计划在去年国庆档上映，当时网传无名也要定档国庆，后来无名没有定档国庆，而长空之王在上映前3天宣布撤档了。所以王一博错过了2次左右互搏的机会。其实王一博粉丝并不希望有2部电影在同一个档期上映，会让王一博粉丝压力很大。王一博不是普通的演员，他是顶级流量。为何大片的投资人愿意找王一博演戏，就是看上了王一博的粉丝。这点申万我不说，大家也是明白的，对吧？那么赵丽颖最新的蓝色造型，您猜又是代表什么样的心情呢？2023年1月9日，赵丽颖深蓝抹胸长裙造型，好美好贵气啊！姐赵丽颖工作室最近营业质量也太高了，速度狠狠的。赵丽颖深蓝抹胸条纹长裙造型，风情万种，连镜中人都是那么的迷人，好美的赵丽颖，发廊又青花，国韵多姿彩，又飒又美。长卷发搭星空蓝抹胸裙，温婉甜美。这一天，也就是1月9日，很多网友评论赵丽颖，特别是眼睛水灵灵的好灵动。赵丽颖的长相很招人稀罕，其实最欣赏赵丽颖的点，就是她有一股韧劲，不管是演技还是时尚，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言论压力而放弃。她是巨石下的一株小草，永远能在逆境里开花。赵丽颖的演技好，相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还有部分网友留言说，不是科班出身，来自于农村的赵丽颖一路走来跌跌撞撞，非常坎坷，早些年一直在扮演配角，但是不管戏份有多重，赵丽颖始终都很珍惜，
也正是早些年做配角的经验，让赵丽颖积累了很多。申万我也是吸了气了，这次活动不光及时出图，而且是好几组，每组风格主题还不同。相信所有萤火虫都会感觉好幸福。以前是清新甜美风格的穿搭造型，现在改走优雅气质风，美得更加高级养眼。新造型特别美，秀出自己的好身材和好气质，一点不失女人味儿。只见她穿了一条深蓝色条纹的抹胸长裙，亮丽的颜色特别吸睛。出席活动一下子就能够将大众们的视线锁定，美成焦点了。赵丽颖是小骨架女生，身材也十分纤瘦苗条，165厘米中等偏高的个子，也是妥妥的衣服架子，各种单品也能够驾驭。穿着抹胸裙秀出自己的直角肩、锁骨和天鹅颈，好身材一览无余，真让人羡慕，一点都不像是生了孩子的辣妈。蓝色也是不好驾驭的，很容易就显得老气了。可是赵丽颖这白到发光的肌肤轻轻松松就 hold 得住了，反而展示出优雅感与高级美。长裙上有一些竖条纹的点缀，显得一点不单调，还有面前的贴图，也能够修饰造型。长裙有着明显的收腰，可以秀出赵丽颖的纤细小腰，身上一点点赘肉都没有，分明就是小妖精本人啊。她其实挺适合优雅气质风的穿搭造型，美到了骨子里，随意的抓拍都是那么好看，果然也是360度无死角的颜值。坐在椅子上凹造型，这婀娜的身材曲线秀出来，性感女人味十足。赵丽颖扎了一款精致的盘发造型，还留着细碎的刘海修饰脸型和五官，美得更加精致养眼。她虽然是小圆脸，可是巴掌脸十分小巧精致。画一款美美的妆容，一对有型的眉毛勾勒五官，一抹红唇妆容提升气质。头发扎起来之后，露出漂亮的耳环来，增添了造型的精致感和贵气感。要说赵丽颖的时尚品味提升很多，造型美的挑不出半点毛病。不得不说，她的活动新造型实在太美了，完美展示出了她的好身材和好气质呢。在她的身上，既有清新甜美的少女气质，又有成熟优雅的女人味气息，这是她这个年龄段最好的状态了。这种穿梭于色彩之间的自信，申万我在大量洗眼睛之余，也是不服不行了。美是一种双向的欣赏，就像摩托姐姐对王一博的念念不忘。现在粉丝会集资帮王一博宣传电影，其中还包括最重要的买票所做所场。可以预见，无名第一天的排片率会很高，上座率也会很高，因为他的粉丝会集体行动，去电影院看电影，他们甚至会买好多票，让自己的朋友去看，提高上座率。虽然申万我已经说过，王一博最希望成功的关键所在了，但是热情还是需要买来兑现一把的。王一博在无名是2番，如果该片票房高，黑粉会说这是梁朝伟的功劳；如果该片票房低，黑粉会说王一博拖累了票房。所以其实王一博粉丝更希望长空之王先上映，这样他们可以集中精力让长空之王的票房更高。所以说长空之王的票房高，那才是王一博的实际，如果票房低，那王一博也认了。本来长空之王是王一博第一部担任主角的上映的院线电影，现在变成无名了。长空之王这么着急定档5·1，是想让王一博粉丝省着点花钱吧。无名在已经官宣定档春节上映的7部电影中，最不被业内人士看好，票房可能会倒数第1或者倒数第2。如果无名救不起来，王一博粉丝可以及时止损，把钱留下来，等到5·1的时候再宣传长空之王，或许这就是长空之王片方打的如意算盘。而且您如果没有留意到的话，申万我已经发现了，抢进无名风头的长空之王的片花要义，那就是大篇幅的第一视角，而且还是王一博本尊的视角。要知道，近距离体验战机试飞员第一视角，就能瞬间让观众感受一把肾上腺素飙升的紧张刺激，体验一种与英雄们一起高飞远航，逐梦长空的畅快淋漓。这种视觉快感和抓心要义，可以说赛车手出身的韩寒拿捏的死死的。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不得不说，作家出身的才子韩寒，在宣传方面果然有作家的敏锐和感知，一个花名，一个视角，2个扣人心弦的点都被韩寒拿捏稳了，如此这般完完全全的把观众带入了进来。
这个水平真不是无名的暴走团队能比的。说到这，您打算在大美人赵丽颖展示的红色与蓝色之间，选择地下斗争的铁血，还是热血辉煌的蓝天呢？